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西冈治先生所著的《80岁依然保持大脑年轻的人所做的事》这本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表现出一些变化，比如对周围的事物不再感兴趣，记忆力逐渐模糊，反复强调相同的观点，或者变得更加容易情绪化。这些现象正是大脑老化的典型特征。作者将其形象地称为老人脑，但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些人即使到了80岁、90岁，依然思维敏捷、活力满满，展现出大脑年轻的状态。经过多年的研究，作者发现，老人脑并不是必然的衰老结果，而是由后天因素所导致的。如果我们对大脑置之不理，其老化的进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加快。然而，通过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、行为模式以及日常习惯，我们完全可以逆转这种趋势，远离老人脑，让大脑始终保持年轻的活力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：第一，帮助大脑保持年轻的健康习惯；第二，有助于延缓大脑老化的日常生活方式；第三，预防大脑老化的有效运动；第四，通过连接之道增强大脑活力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帮助大脑保持年轻的健康习惯。作者强调，食物中的营养素与老人脑密切相关。在选择对大脑有益的营养素时，他特别提到了一种被称为 sirtuin 基因的长寿基因。激活 sirtuin 基因可以有效减缓神经退化，改善皮肤的状况，如斑点和皱纹，增强抗炎能力和免疫力，从而延缓衰老并延长寿命。虽然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饮食限制或断食能够激活该基因，甚至有些人通过过度节食来延缓衰老，但对于年长者来说，过度限制饮食可能导致体重下降、肌肉减少，进而增加死亡的风险。因此，保持正常饮食的同时，激活 sirtuin 基因才是高效且安全的方法。以下是几种能够激活 sirtuin 基因的营养素。研究表明，它们单独使用即可发挥作用，因此可以根据个人饮食习惯或通过补充剂灵活选择。一、烟酸。烟酸是能够强烈激活 sirtuin 基因的营养素，尤其在柴鱼片中含量丰富。此外，五茸蘑菇和鳕鱼子中也富含烟酸。二、鞣花酸。鞣花酸是一种多酚，主要存在于草莓和黑莓中。此外，蔓越莓和石榴中也含有这种物质，它具有美白的效果。三、白藜芦醇。白藜芦醇是红酒中的多酚成分，但要通过红酒激活 sirtuin 基因，理论上需要每日饮用10升红酒，这显然不太现实。为了达到所需的效果，作者建议通过补充剂的方式来获取白藜芦醇。四、紫檀萁。紫檀萁主要存在于蓝莓中，是另一种能够有效激活 sirtuin 基因的物质。五、EPA-DHA。青鱼类如青鱼、竹荚鱼中富含 EPA 和 DHA， 每日大约需要摄取5克。EPA 和 DHA 主要存在于鱼类中，其他食物中的含量极少。作者特别强调，要想延缓衰老，记得要多吃鱼。六、维生素 C。每日摄入维生素 C 能够有效激活 sirtuin 基因。西印度樱桃是维生素 C 的最佳来源，因为其含量极为丰富。七、维生素 D。维生素 D 有2种类型，维生素 D2 主要存在于蘑菇类中，维生素 D3 存在于鱼类如白饭鱼、鲑鱼卵、鳗鱼等中。要通过食物获取足够的维生素 D3，这对于一般饮食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。日光照射是补充维生素 D 的有效方式，皮肤在阳光下能自行合成维生素 D， 因此将饮食与阳光照射结合起来，是最佳的维生素 D 摄取方式。通过摄取这些超级营养素并结合日常健康习惯，我们能够在延缓衰老的同时，预防老人脑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有助于延缓大脑老化的日常生活方式。作者指出，兴趣爱好不仅是生活的调剂，还能有效预防认知症。
研究数据显示，男性拥有5个以上兴趣爱好的人，认知症的发病率最低，而女性则以4个兴趣爱好为最佳。其原因在于，当人们沉浸于自己热爱的活动时，可以通过抵消效应来缓解压力。压力是认知症和抑郁症的主要诱因，而热衷于兴趣的人因为更少感受到压力，导致大脑老化的速度得以减缓。此外，拥有多个兴趣爱好的人患认知症的风险也较低，这是因为：一、快乐的频率增加，愉悦体验的频率越高，压力的缓解效果也越明显，长期如此能显著减缓大脑老化。二、增强社交联系，兴趣爱好为个人创造了更多的社交机会，通过与他人的互动，能够促进情感交流，有助于大脑保持活力。三、新的挑战，尝试新事物为大脑提供了持续的刺激，这种持续的挑战能够有效保持大脑的活跃性。如果您暂时没有明确的兴趣爱好，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来发现适合自己的活动：一、俯瞰兴趣的全貌，捕捉情感的触动。寻找兴趣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关注那些能够让您内心感到咯噔一声的微小喜悦。在这些细微的情感波动中，常常蕴藏着您真正感兴趣的领域。二、检查情感波动的领域，您可以从多个兴趣领域中挑选一个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尝试。例如，如果您对自然感兴趣，您可以尝试爬山、欣赏山景或逛登山用品店等活动。三、按照优先顺序付诸行动，将所有感兴趣的活动列出，并按尝试的优先级进行编号，从最感兴趣的活动开始尝试。通过逐步筛选，你会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兴趣。仔细观察周围的人，你会发现，兴趣广泛的人通常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印象。为了保持头脑健康和精力充沛，拥有多个兴趣爱好是维持活力的重要秘诀。如果您希望活得长久且生活质量高，不妨扩展自己的兴趣范围，为大脑注入更多新鲜活力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预防大脑老化的有效运动。运动对大脑的健康至关重要。作者通过研究发现，虽然运动确实有益于大脑，但不同类型的运动效果差异显著。综合过去30年关于运动与大脑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，尽管步行等有氧运动有一定的帮助，但效果最显著的运动类型是协调运动。相比步行或力量训练，协调运动对大脑的促进作用高出约2倍。协调运动指的是需要同时进行多种动作的运动类型，它可以加速并精确身体与大脑之间的信息传递。这种运动融合了平衡、辨别等能力，因此被认为对提升认知功能最为有效。其中，运球是最简单易行且富有趣味性的协调运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运球指的是篮球运球，而非足球运球。作者将其称为脑活运球。这种运动只需要1个球，十分容易学习，并且对老年人来说安全性较高。大家可以购买一个橡胶球，或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球。男性与女性的运动方式有些差异，根据性别来调整运动方式，能够提升运动的效果。对于男性来说，要逐步增加运动的强度，例如从10次运球逐渐增加到15次、20次，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。而对于女性来说，保持适中的强度即可，避免过于剧烈的运动，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。脑活运球的具体方法如下：一、站立运球，用惯用手连续拍球10次，然后换另一只手拍球10次。二、跪姿运球，双膝跪地，用惯用手连续拍球10次，再换另一只手拍球10次，将上述2种动作组合为一组，尝试练习5分钟。如果能坚持超过5分钟，效果会更加显著。在室内或无法运球时的替代方案：一、将球抛向头顶并接住，重复5次；二、将球抛向头顶，同时拍1次手后接住，重复5次；三、坐在椅子上，将球抛向头顶并接住，重复5次；四、坐在椅子上，将球抛向头顶，
同时拍一次手后接住，重复5次。以上动作可作为一组，尝试练习5分钟。协调运动对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益处。如果能够从年轻时开始练习，不仅能增强大脑的功能，还能为预防大脑老化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最后是第4部分，通过连接之道增强大脑活力。人类是社会性动物，需要连接感。当大脑感受到连接时，会分泌一种叫做催产素的激素。催产素能激活大脑，提升认知的功能，让我们充满能量和活力。外向性格的人通常更不容易出现老人脑，因为他们擅长建立人际关系，并积极参与各类活动。对于内向性格的人来说，强迫自己去建立人际连接，反而可能会产生压力，导致大脑产生负面反应。但大家不用担心，根据脑科学研究，实际上，大脑并不一定非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连接，它也可以通过与其他事物建立联系，获得同样的效果。以下是几种具体方法，可以帮助您增强大脑的连接感。一、养宠物。宠物不仅是陪伴，它们还能为我们提供持久的情感连结。与宠物的互动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活跃，增加愉悦感。二、购买喜欢的角色或名人的周边产品，例如收藏自己喜爱的卡通人物、偶像公仔或相关物品。这些物品能够激发大脑的连接感，使大脑产生积极的情感反应。三、亲近自然。经常参与户外活动，如散步、园艺或露营等，可以与大自然建立情感联系。大自然的接触有助于大脑产生积极的连接感，促进身心健康。四、为车或物品命名。给自己的车或日常用品起一个名字，并赋予它们独特的情感意义。这种做法能增强与物品的情感联系，让它们成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。五、赋予爱用品感情。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心爱的物品，给予他们特殊的情感连结。这样的行为能使物品在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增强大脑的幸福感。大脑通过行为产生连接的错觉，无论是与动物、物品还是自然的互动，大脑都会做出类似的反应，仿佛是在与人建立联系。因此，利用这种错觉机制，我们可以提升大脑的愉悦感，有效预防老人脑的出现，同时提高整体的生活幸福感。外向性格的人通过与他人的连结避免老人脑，而内向性格的人则可以通过与宠物、自然或物品建立情感连结来获得类似的效果。无论是哪种方式，只要在生活中巧妙运用这些方法，都能为大脑注入活力，让人生更充实、更健康、更幸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